拨开世间万象，解密背后真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。今天呢，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内容，我们来讲一下语义向量。这个呢是大模型最神秘、最基础的概念，很多人都听说过它，能让 AI 去理解语义，但始终有一个疑惑：为什么一串数字的语义向量就能表达语义，能代表意思？数字和意义之间怎么会有关系呢？这次我们就彻底来打破这个迷思，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数字真的可以代表含义。从前面的学习我们了解到，大语言模型本质就是一个函数，一段程序代码，它是只能处理数字，所有的输入都必须是数值的形式。为了让模型理解文字，要先把语言做好编号，将它变为数字，这一步就叫做词源化。这其实和我们每天用键盘输入没有什么两样。当你按下小写字母 A， 电脑收到的其实是数字97；当你输入句号，电脑收到的其实是数字46。这张文字到数字的映射表就是大名鼎鼎的 ASCII 编码，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。ASCII 编码表呢，就相当于一本电脑用的字典，收到对应的数字后，查字典就知道数字对应的文字，文字对应的数字。大模型也有自己的这样一本字典，叫做词汇表 vocabulary。每个词呢被分配了一个唯一的编号，像 R 这个字就可以表示为向量1000000，做就可以表示成0000010。每一个词都对应一个这样的向量，只有一个位置它是1，其余的都是0。字典呢总共有多少个词，向量的维度就有多少。这种编号方式就叫 one hot 独乐编码，因为只有一位是有意义的数字嘛。按照这样的方式编号是非常有利于神经网络的输入的，因为神经网络输入层就是一列神经元，每一个神经元我们都让它对应一个文字，当神经元为1的时候，其他神经元都为0，就表示对应的这个字。one hot 编码这种方式，它能让神经网络能区分不同的字，神经网络能认识猫和狗是2个不同的字，但在模型看来，猫和狗的意义是没有差别的，猫和苹果的意义也是没有差别的。真正让大模型理解语义的是输入层的下一层 embedding 语义向量层，这一层神经元的值就代表输入字的意义。具体语义层向量到底做了什么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先来看一些简单的例子，这些词在二维的坐标系中是随机分布的，此时它们的坐标点不代表任何意义，只是为了区分让它们不重叠在一起而已。这就像one hot 向量，值不代表任何意义，只是为了相互区别。现在我们将这些词做一下移动，都移动到 X 轴上。关键来了，移动的时候我不是随机的移动，我刻意把语义相同的词放在相近的地方，语义不同的词放在较远的地方。比如猪、狗、猫都是动物，我们就把它放到一起；男人和女人也把它放到一起；国王和女王也放到一起；走动和推拉都是动作，我们就放在另外一个位置。具体到数字层面，就是国王我移动到 X 轴的10，女王移动到 X 轴的20，而男人移动到-20，女人移动到-10。一番操作之后，你发现没？移动之后，国王和男人2个词的距离和女王和女人2个词的距离是一样的，这个坐标上的距离就可以代表语义的差异。本来呢，字是随机分布的，字的坐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不代表任何含义。经过我们这次移动后， X 轴上2个词的距离，也就是数值的差异，就代表了语义上的差异程度。猫和狗的距离近，它的语义就近；猫和推拉这2个词的距离远，所以它的语义也远。语义和数值就一一对应起来。实际上，所有的这一个坐标都只用 X 轴上的数字来表示就行了。比如说，男人和国王就可以直接表示为-2和1，只用1位数。Y 轴的这个维度一样都是0，可以省去。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字都移动到了 X 轴 ，Y 轴的这个坐标就没有了意义，可以直接忽略了。当然不是移动到 X 轴，是移动到 X 轴的平行轴 y 等于1 y 等于2也行。重点是让所有词的某一个维度都一样，那这个维度就可以忽略，因为它不具有区分的含义。这个过程就是降维，很有意思吧？很简单的一番移动操作，我们只要知道语义，在移动的过程中刻意去构造数值关系，就可以让这个数值关系代表语义关系。这是简单的2维空间的层面。那么我们在更高的维度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我们在更高的维度上来看，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数字的远近也可以代表语义的远近。在2维空间中，你最多只能区分表达相似和不同这2个关系，可语言里面它是有成千上万种差异关系的，动词、名词、时间、情绪、颜色、主语、宾语、数量、因果、空间，这一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特定的维度来区分。我们需要更多的维度，比如 GPT-4 这种语义向量是12888位， DeepSeek 的语义向量维度是7168位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这样多维度的空间里面，让它们刻意移动，所处的位置的坐标刚好可以表达出语义的差异。每一个数字维度就代表一种语义特征，比如第1维可能就表示是否是生物，第2维就表示是否有人类的特征，第3维就表示是否是抽象的概念呢，第4维就表示是否是带有情绪，第5维就表示是否能被吃，等等等等等等。这样一来呢，我们之前的那些词语就可以用多维的空间来表示了。比如说猫这个词在维度上的坐标可能就是生物等于1，人类等于0，抽象等于0，情绪等于1，可食用等于0。苹果则可能是呢，生物等于0，人类等于0，抽象等于0，情绪等于0，但是可食用是等于1。爱情呢则是生物等于0，人类等于1，抽象等于1，情绪等于1，可食用等于0，等等等等等等。你会发现在多维空间中它们语义的差异
义，就可以通过这种数字之间的距离、方向、夹角来精确描述。这就是高维语义空间的力量。每一个词的一个高维坐标点，每一维度就代表了它的一部分含义，语言的意义就被编码进了这些数字中。当空间足够大，训练足够多时，这个空间中会自动形成规律，相似的词靠得更近，反义词方向相反，类比关系呈线性变化。比如经典的国王减男人加女人等于女王，这就不是魔术了，它其实是数学的几何。国王和女王的语义关系在空间中就是一个性别这维度上的平移而已。因此我们可以说 embedding 语义向量就是一个语义世界的几何地图，每个字都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点，而语义之间的相似、对比、推理全都变成了几何运算。下一节我们将换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，怎么来区分猫，来说明高维空间中如何让模型分辨语义。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，我是野生 AI 产品，陪你一起成长。